你要老婆不？我可以再给你300万。沈董守寡多年，雷厉风行，手腕狠，眼光也挑，他居然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沈董，咱这不合适吧？在想什么呢？我是让你娶我女儿沈玉安。沈玉安，全城都知道她是谁，沈家大小姐，3年前还是沈氏集团最有能力的继承人。外界都说沈家大小姐疯了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查过你，你爸欠债80万，你妈手术需要30万，宅主天天去你租的房子里堵门，你没跑，也没走歪路。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，你要是同意，这张卡就归你。300万买我的一生，去给一个疯女人当上门稿。公司楼下的大喇叭还在催我还债，医院里的母亲还在等我掏出救命钱。但我还有得选吗？300万买我的一生，去给一个疯女人当上门稿。公司楼下的大喇叭还在催我还债，但我还有得选吗？我答应。下午去处理你的私事，明天领证，后天办婚礼。外面都说他疯了，你别全信。我妈的命保住了，但我的人生从此卖给了沈家。听说了吗？这小子他妈做手术的钱都是沈董出的。这哪是找女婿，这是花钱雇了个高级护工吧？听说是沈董亲自面试的女婿，穷光蛋一个。沈家真是倒霉，好好的继承人疯了，只能招个废物进门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糖糖，好吃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今晚回婚房，别碰床头那束红玫瑰。红玫瑰？他这话到底想干什么？沈董说别碰那束花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疯成这样，还办什么婚礼？白下了这么多钱，可怜了我们这些人，还得天天伺候个疯女人。站住！顾先生，还有事儿？她是我太太，也是沈家大小姐。如果再让我听见一句不该说的话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顾先生。什么？我看错了。顾先生你好，蔡总今天有事儿没能参加婚礼，特意让我送来新婚礼物。这是蔡氏资本蔡总的助理汪文。蔡氏资本是沈氏集团最大的合作方，也是第2大股东。先生，汪助理远道而来，连口水还没喝上。那就是管家你待客不周了。汪助理，替我谢谢蔡总，但新婚之夜我就不留人了。沈小姐在吗？
蔡总让我带他问候一下沈小姐，毕竟是老相识了，我就看一眼，确认沈小姐安好就行。她已经休息了。沈小姐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是小汪，蔡总的助理，几天前还给你买过糖。小汪，快给我洗澡啊！沈小姐，沈小姐的病看来还是没好，顾先生以后有的你辛苦了。不送。别，那不是能玩的东西！完蛋了！仙女撒花。你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这哪里是疯子？这分明是戏精！我究竟摊上了什么麻烦？这件外套是沈家为了婚礼专门给我定制的，从我穿上就没离过身，难道这也有问题？衣服新的，漂亮，我要，给我哇！玉安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个声音是蔡氏资本的蔡远山，几天前在走廊里羞辱我的那个人。装了3年疯，还没装够吗？蔡远山关注我这个穷小子，不对，他盯的是沈玉安。妖怪，打妖怪！别闹了！大半夜的你又发什么疯？妖怪会说话。什么妖怪？就是个破扣子！你再闹，我就把你的玩偶收起来。反应还不算慢。所以他刚才一直在听。对，从你穿上这件西装开始。那你刚才…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。蔡云山生性多疑，玫瑰里的东西是用来试探我的，他们放的时候没避开我。袖扣里的才是他真正的安排，专门用来听你的。你确定是我？当然，你是这场局里我突然出现的变量。他总要知道你会说什么，做什么。那我岂不是很危险？大小姐，我还没活够呢，要是死了就是英年久风。你可以现在反悔，我母亲给你的300万也不用还。我看你们这条船只能上不能下，你这3年就这么过来的？不然呢？我母亲这几年身体不好，外面的阿猫阿狗已经在虎视眈眈了，我必须装疯卖傻才能保住一条命。这豪门果然跟电视里演的一样，水深火热呀。哦，忘了我现在就在这把高端局里。虽然我顾泽贪生怕死没啥本事，但你们救了我妈，这恩我认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装疯，我陪你演，但违法乱纪的事儿，我可不陪你干。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法外狂贼？背下来。啥？这啥意思？陈长木不是我的直属上司吗？这些人全都是蔡的人。怪不得他处处针对我，前几天还想逼我滚蛋。也不一定，可能是他见你长得好看，心里嫉妒。你这人夸人还挺直接的哈。少说废话，赶紧背。你记住了？好歹我也是当年的文科状元，过目不忘不是必备技能的吗？那就行。
你明天回公司照常上班，因为你是沈家的上门女婿。记住，问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不该打听的事儿别瞎打听。那任务呢？争取尽快在公司里站稳脚跟。还有，以后别再说自己卖给了沈家，你不是被买来的，你是我妈从几万员工里挑中的女婿。哟，沈家的上门女婿来了。还以为攀上高翅就不用上班了呢，怎么还来和我们挤工位啊？你懂什么？人家这是来体验生活的，毕竟伺候疯女人也挺累的。顾泽，你虽然是沈家的赘婿，但公司不养闲人，你总得拿点真本事出来。这个项目交给你负责。这个项目不是暂停了吗？之前是暂停了，但蔡总最近打算重回，为了沈氏集团未来的发展空间嘛。整个沈氏集团都知道这个项目，2年前启动，后来资金链冷跌，招商全面失败。原来的商户跑了一大半，剩下的天天拉横幅闹事，账目乱得根本理不清，谁碰谁倒霉。继续嘛，也不能干吃软饭。大家说有没有道理？陈主管说的对，沈氏不留废物。陈长木把他交给我，就是为了让我背锅滚蛋，顺便打沈董的脸。怎么不敢接？沈党亲自挑的女婿，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？我接。好，下周一的部门联会，我要看到你的初步方案，做不出来，你照样得给我卷铺盖走人。2年的账目乱得像一锅粥，物业维护费外包结算，每季度都有，金额一模一样，87万6，连续8个季度一分不差。可维护费怎么可能像发工资一样精准？熊熊要看书。喂，老程的账重点查外包公司。外包结算、给付、经手人存疑，这不是维护费。果然是他，能让陈长木都不敢留名的人。熊熊困了，要睡觉。大半夜的闹什么闹？就这水平还接项目呢，等着周一看笑话吧。让你们再得意几天。顾泽，方案写的怎么样了？陈主管，这账目太乱，我实在看不懂。周叔，你是顾家小子？是我。你小子出息了，听说进了大公司。对啊，沈氏集团你应该听过。对了，周叔，当年招商怎么就黄了？黄什么黄？那是被人往死里整的。头1年生意刚有起色，第2年租金就翻了3倍，3倍呀，谁扛得住？老街坊一半都被逼走了。沈氏为什么要抬租金，逼走自己的商户？为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周叔，这公司什么来头？鬼知道，我们去沈氏总部闹过，房台查了半天，说系统里根本没有这家外包公司的合同。周叔，这张纸借我用几天。账上那笔给付87万6的外包维护费，一家沈氏系统里查无人的外包公司，对上了。官司打不起，只能认栽。小子，老街这条命就看你的了。红茂资产，你知道？红茂的法人叫马世忠，明面上是个做仓储的小老板，实际上他是蔡云山以前的司机，这是他惯用的手法。所以抬公金逼走商户是蔡允山干的。是蔡群天要重启项目，把这块地彻底吞了。陈长木把这个项目扔给我，不只是想让我背锅。反应不慢，老城地段的估值被做烂了，才好被低价吃进去。接下来分工，
我在家继续装疯，稳住盯梢的人。你走外线，查红帽的资金流向，记住，只看不拿。周一例会以前，方案和证据两手都要赢。行，我过目不忘。是我看见了，书房的灯亮到后半夜。桌上全是老城项目的资料。我知道，我一定盯紧。顾泽在查老程的账，千万万确。从现在起，书房里让人看见的一切，只能是假的。40多页数据，整整1周的方案，全没了。电脑被冻了，全删了，硬盘和云端也是。白天有人进来打扫过。明早9点例会，40多页，市场数据、财务测算、招商名单、毁签方案，一页一页全在脑子里。来得及，我全记得。40多页，你全背下来了？对，包括每一个数字。这里，商铺空缺率18.7%，上周实地数的。喝了，撑到开完会。对准完了，没错，睡2个小时，我叫你。通知一个临时调整，今天的方案汇报，蔡总要亲自听。顾泽，10分钟后顶层会议室。开始吧。老城商业街改造，我的方案8个字：老街回村，底价招商。底价？顾泽，你知道公司2年亏了多少吗？4320万，4320万，其中招商违约金1100万，空置损耗960万，外包维护费累计700万零8千。老王户归签，前2年租金5折，第3年起联营分成。商户活了，人流回来了，地价自然回来。这不是慈善，是把死坛盘成活水。数据呢？空口白话谁不会说？第7页，周边3公里常住人口19万4千，日均人流峰2万1，同类联营模式，临市南关街，毁圈后第2年工资收益率14.2%。实地走访117户，愿意回签89户，占76%。名单在附录，每一户都有签字。招商底价的测算依据：3年前调价前的原始租金上调8%，对标数据在第12页第3行。有点意思。方案通过，市场部执行。顾泽，留一下。如果300万就能让你把自己卖给沈家，那我出3000万。蔡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定金300万，事成之后剩下2700万，加蔡氏一个部门总监的位置。什么事？很简单。你现在是沈家女婿，能进老宅，能见到沈绿华，能接触到我接触不到的东西。我要的时候，你给我送出来。顾泽，你是聪明人，聪明人不上沉船。我考虑考虑。3天，3天后我要答案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你就继续当你的赘婿，被全公司当笑话，替沈家那条破船陪葬。总价3000万，外加总监职位。他动手比我预计的快。300万定金。我去回绝他。不，答应他，他要情报我们就给。你让我当内验？对，9分真，1分假。
真的让他信，假的让他栽。不过，有一件事你要想清楚，蔡元山从不信任你，答应的那天，他一定会先要一个投名状，用沈家的东西纳的投名状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将计就计。以后这叫夫妻档。想好了？干脆。小姐，我这3年说的混账话，做的混账事，您怎么罚都行，只求您救救我儿子。你儿子我保，但从今天起，管家让你报什么，先过我这关。送去检测，拿书面鉴定。这是管家和蔡浅元的第1条铁证。来啦，儿媳妇呢？带来给妈看看。她最近不方便，给她的。那我替她谢谢你。供货渠道由仁华医药变更为康诺贸易，审批签字的是管家。沈董病倒的事是管家干的吗？签字是管家，但采买执行是刘妈。医生建议转院去京城的医院，那就是。不一定，明晚10点，救护车走北门，别声张。也可能2个人都是。蔡氏的人一直在盯。我明白，先生。实锤了。回去我就摊牌，把他扭送。不，摊牌只会换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进来。留着他，他是我们家里唯一一根直通蔡福山的电话线。以后想让蔡平山听什么，就从他嘴里过。大小姐，还好你不是我对手。系安全带，回家。小姐，我知道您没疯，我儿子在蔡氏的工地上，他们说我要是不听话，我儿子就别想好过。起来，坐下说。3年前小姐刚疯，管家找到我，他给我看了一段视频，我儿子在工地宿舍睡觉，拍的人就站在床边。他们让你干什么？盯着您，盯着这个家，每周回报。还有3个月前，管家给了我一批药，让我把夫人床头的药换掉。他说这也是治病的药，只是效果不太好。低药仿制药，换下来的真药我一片没扔，全收着。我想着，万一有一天，他们让我妈病退，腾出位置，好一步棋。董事会发难了。沈董病成这样，沈氏这条船总得有人掌舵吧？发难都发到我病床前了，玉安不能出面，一露头，3年就白装了。我这个样子也进不了会场。抽屉拿出来。沈董，这不行，我就是你。妈，他进沈氏才几个月，
所以蔡捆山查不到他的根。小顾，我早说过，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。上门女婿来干什么？这里是董事会，不是家属院。沈六华董事长授权，本人代持其全部摆决权。依据公司章程第19条，我有权立席、表决并接手。恭喜，顾先生。但我劝你回家路上看看吧。你只是他的第2颗棋子，第1颗已经死了。申请人沈玉安，精神状态正常，无任何精神类疾病，其意图为规避婚约赔偿，架空母亲，独控家产。蔡远山的算盘清清楚楚。让我怀疑他，让我们从里面烂。蔡元山给的，他说我只是你的第2颗棋子，第1颗已经死了。你看完了，想问什么？不问。这份诊断书做得挺真，但他犯了个错。他以为人跟人之间全靠证据，他想让我怀疑你。可惜我这人认死理。顾泽，晚饭给你加个鸡腿。儿子，我明天出院，别接我，我自己打车直接去你家。妈得亲眼见见我儿媳妇。妈，你身体刚好，折腾什么？少废话。人呢？熊熊，有客人。妈，他这个情况我之前没跟你说清楚。你闭嘴！这熊真俊，跟俺们玉安一样俊。我来，来，张嘴。傻点好，傻点心里干净，不遭罪。咱家不闲。儿子，妈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。那孩子的眼睛，妈看了一中午，那里头不是傻，是憋着天大的委屈。妈，你别多想。妈不问，妈就一句话：他要是有难处，你当男人的得护着。儿子，小区门口新开了家茶楼，妈约了老朋友喝茶。阿姨，我是玉安爸爸生前的朋友。我一直惦记着玉安的病，听说他最近清醒的时候多了。那是你听错了，那孩子傻乎乎的，喂饭都得哄。听说他有时候说话条理清楚得很。小姐，小姐，您慢点儿。妈妈，找妈妈！坏人，找妈妈！坏人！阿姨，改天再聊。
儿子，今天那阵仗，妈看着心口疼。妈不是嫌他，妈是心疼你。这日子一天两天行，一辈子呢。这婚离了吧。今天是我吓走你妈的，连你妈都要陪我演戏。顾泽，或许你真的该走。沈玉安，你转过来！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你该走，拿着钱带着你妈，离蔡楚山越远越好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安排？你一句该走就想把我打发了？没那么便宜。顾泽，你不明白，蔡混山今天试的是你妈，下一次呢？医院里躺着我妈，我不能再搭过去你和你妈。所以呢？所以你一个人扛，像前3年一样抱着个破熊在屋子里装疯卖傻？我就是怕。怕什么？怕连累你。3年了，靠近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。那正好，我也怕我走了没人帮你。不许后悔。进来吧，风大。谁？是王文，他跟我说他想跟蔡总做个了断。汪文，要么是真反水，要么是蔡远天递过来的刀。蔡展天要动我了，老程的账一半签的是我的名。审计在我身上，他把我推出去顶罪，自己干干净净。你想要什么？一条活路。我手里有3年前的原始邮件，全是他亲自发的。另一半证据。东西呢？在一块加密盘里。明晚11点，江东3号仓矿，你一个人来。原始邮件，如果是真的，就是霸缺的那一半；如果是假的，就是给我们挖的坑。去，但记住情况不对，掉头就走。活着回来。替我谢谢你，帮我揪出了叛徒。汪文呢？仓库里根本没人，是我害了他。坐下。蔡冬天要是有实据，今晚来的不是短信，而是律师和保安。所以他在诈你。诈我？他不确定你是不是叛徒，所以放个饵，看你慌不慌。你现在最不能做的就是躲。那我做什么？明天一早自己走进他办公室，该我们炸回去。顾先生腿脚挺快，还会夜游仓库。蔡总，我摊牌，汪文约我说手里有能弄死你的东西，我去是想先拿到手。拿到了，给谁？给你。理由？沈家捏着我妈的手术费，捏着我的债，我给他们当狗。我不想，我要真金白银，要位置，
要从那栋别墅里搬出来。哼。汪文昨晚已经飞去海外项目替我养老了。你要的都可以给，但要是被我发现你是叛徒，我保证你绝对会后悔。天天收拾你的烂摊子，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捡起来！熊熊飞嘞！儿子，妈炖了汤。妈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提前说，你又拦着。玉安，妈给你带了新棉袄，走上楼试试。妈，在这儿试就行。姑娘家试衣服，你看什么？哎呦，这屋里乱的，纸片贴的到处都是。媳妇儿又拆东西了是吧？傻孩子也得有压岁钱，这是改口费，拿着。妈什么都不问，护好他。顾家小子，他现在是沈家的人，问他后款呢？我们的后款呢？我顾泽在老街长大，小时候发烧，是周叔背我去的诊所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10天，货款到账，1分不少。凭什么信你？凭我是老街的儿子，10天到不了账。我顾泽站到街口，让全街的人人戳我脊梁骨。都回去，等他10天。我把牛都吹出去了，公司的现金流被蔡氏卡死，账上根本没钱。钱有，我爸走之前留了一笔信托，受益人是我。数目够填老街的窟窿，这些年连我妈都不知道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动？因为启动它，必须我本人签字，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身份签下去那天，我这3年的疯就白装了。程序可以保密，公共也可以内部做，但只要签字，小姐的行为能力记录就存在了，瞒不了太久。妈，我签，老街几百户人等着钱，等不了。这3年苦了你，快结束了。沈先生生前留下的条件是，小姐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身份启动信托时，当面交付。老城37号，永昌5街，周叔的店。 3多前，一位沈先生放这儿的，他说会有人拿钥匙来。 你爸把东西藏在了蔡峰山最想拆的地方，所以他抬租金，逼商户重启改造。
他不是要地，他是想翻遍这条街。你们慢慢看，我守门。开门，结账啦！齐了，我爸的一半，加陈长木交代的账，还差最后一步，还差最后一步，让他自己走进来。用管家这根电话线。顾先生，该你上场了。夫人这回怕是熬不过去了。小声点儿。后天上午临时董事会，小姐要签股权托管，这事儿漏出去就完了。红帽资产法人马世通，8个季度，每季87万6。钱最后进的是蔡氏的关联账户。沈小姐病好了，可喜可贺。一面之词，做不得数。3年前的原始邮件发件人是你，举报信的底稿也是你。我爸的另一半证据在老街，你拆了3年没拆到。蔡果山先生，请配合调查。300万定金，我一直没兑，物证。装了3年，值吗？我爸等了你3年，我替他等到了。沈玉安把账册原件交给警方前，复印了一份，埋在父亲书桌的正中央，摆正。退后一步站了很久。顾泽在门口等他，没催。陈长木那句话，你憋了很久吧？3年前我那场病，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我故意演重的。我病得越重，蔡江田越不着急动手，玉安才有时间装疯。你们母女俩一个赛一个能演。去吧，外面还有一个等你陪他卸妆呢。妈，改口费都收了，早该喊了。进来，汤刚炖上。给他的，他熬夜多。这条街的命是俩孩子救回来的。糖糖。当晚，安纺公司的人来过，摄像头全拆了，泡过监听器的那只水杯被沈玉安洗干净，插了一支红玫瑰。沈玉安拉开大熊背后的链子，封好，摆上窗台。退休了。婚礼那天的戒指，你拿去当糖吃了，这没重新来，这次不准吃。
顾泽，你值3000万都不止。那可说好了，概不退还。